保姆的女儿每次周末放假都住在我家，看在他妈在我家工作了多年的份上，我没说什么。直到有一次我出差回家，怎么回事？密码错误，蹭住狗，禁止入内。王姨，开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识字吗？天天赖在我家蹭房子住，要不要脸啊？没地方住你睡大街去！最讨厌你这种蹭住狗！你说什么？青宁，不好意思，我女儿不知道我是保姆，她有点大小姐性子，不喜欢跟外人住一起。对了，你家郊外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？以后我女儿周末来住的时候，你就去郊外住吧。你好，有人非法入室抢占我的房子，麻烦你们尽快出警。我从没想过，自己作为这栋别墅的合法业主，居然被人指着鼻子骂蹭住狗。更可笑的是，这栋别墅我已经住了整整12年。青宁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怎么连警察都叫来了？你就是顾小姐说的那个非法侵占她住宅的人？不是，警察同志，你们误会了，我是顾小姐的保姆，负责照料她的日常生活。我女儿学校放假了，过来借宿2天。刚才门锁出了故障，我找人维修的时候就顺手换了密码，绝没有占房子这回事儿。你们看，我这不赶紧就来开门了吗？顾小姐，实际状况是这样的吗？青宁，月月他爸去得早，我独自把他拉扯成人真的不容易。他才刚读大学，正是争强好胜的年纪，加上从小就缺乏父爱，性子有些偏执。要是让他知道我不过是保姆，他肯定受不了。你就念在我照顾了你爸妈12年的情分上，饶过我这一回吧。听他提起我爸妈，我心底确实软了一下。我妈在世时身体不好，一直是他贴身伺候。我妈走的那天，他哭得比谁都伤心，蹲在病床前攥着我妈的手说肯定会好好照顾我。此后他确实没有食言。算了，不追究了。那天之后，李月月确实再也没来过我家。王姨做事也依然勤快，唯一不对劲的就是家里总少东西。王姨，我收藏柜里那瓶红酒呢？青宁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打扫卫生的时候失手打碎了。王姨，那套青花瓷的餐具怎么不见了？那套餐具用太久了，我清洗时发现有了裂纹，担心会割伤你，就自作主张扔了。王姨，我那套黑色的套装呢？那套衣服我拿去店里干洗，结果被洗衣店弄丢了。青宁，真对不住。虽然每次的理由听上去都有些牵强，但看在他态度还算恳切的份上，我也没太较真。顾小姐，您郊外那套别墅连着2天有音乐声，邻居投诉了。门禁是用密码开的，是您家人在用吗？我没让人去过，我过去看看。这别墅是我爸妈住了半辈子的地方，每一件家具都是他们精心挑选的，我平时连走路都轻手轻脚。现在，青宁姐，你家也太有钱了吧！随便一套郊外的别墅都这么奢华。对啊，我刚才查了，这墙上随便一幅画都价值不菲。天哪，你妈妈也太有实力了，真不愧是集团总裁啊！看在大家同学一场的份上，等你毕业接手家业后，能不能让我们进你家公司混口饭吃？小意思，跟着我混，你们这辈子都不会缺钱了。你什么意思？竟然还跟踪我到了这里？月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顾青宁就是我刚才跟你们提的那个蹭住狗，蹭我家市区的房子还不够，现在居然还想来蹭我妈特地给我新买的别墅。谁跟你说的？这是你妈给你新买的房子？当然是我妈亲口说的。你不就是看中我妈是公司女总裁，所以天天赖在我家，想在我妈面前刷存在感，博取她的注意吗？天天蹭住，故意制造跟我妈独处的机会还不够，还想来弄脏我的别墅。我告诉你，我妈说了，她让你住在我家，是看在你死去父母的份上，太可怜才好心收留你，你别得寸进尺，妄想抢我的位置。王秀琴竟然是这么跟李月月说的，在她的认知里，王秀琴是住别墅的公司女总裁，而我是王秀琴收留的可怜孤儿，真是荒唐。你们知道这个顾青明有多不要脸吗？天天赖在我家，
轰都轰不走。我特地贴了个纸条警告他，结果他气急败坏，反手就报警说我妈欺负他。我妈怕他把事情闹大，影响公司名声，才息事宁人，给我重新买了这套别墅，让我单独住。我身为我妈的亲生女儿，名正言顺的千金小姐，我都经常住校，她倒好，没日没夜的赖在我家，把我家当成她自己家。你们看看这有多过分，搞得我想穿件自己的衣服，喝我爱喝的红酒，都只能让我妈从市里别墅偷偷拿过来，就是怕她知道了，又要说我们欺负她。我活这么大，从来没见过这么脸皮厚的人。难怪我家别墅里总丢东西，原来是王秀琴偷偷拿过来给她女儿用。好一个王秀琴！既然你把我当傻子一样戏耍，那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。立刻带人来我爸妈的郊外别墅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能演啊？还你爸妈的别墅，这是我妈给我买的别墅。难怪大家都住校，就他天天搞特殊不住校，我还以为他忙什么正经事儿去了呢。你们看看，原来是跑到月月家抢人家妈妈去了，真恶心。就是看人家有钱爸妈这么不要脸。有些人就是这么贪心，一见到有钱人就想方设法的凑上去，想靠着认干爹干妈来走上人生巅峰。月月，你脾气还是太好了，要是有人来抢我爸妈，我可饶不了他。我劝你最好打个电话，好好问问你妈，这别墅到底是谁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仗着我妈心软善良，又想把她骗过来给自己捞好处。你这玉佩项链一看就不便宜，应该也是哄骗我妈给你买的吧？把项链还给我！这么紧张，看来这项链花了我妈不少钱啊。它是我妈给我的，不值钱，但对我特别重要，快还给我！那是我妈亲手给我雕的玉佩，说玉能养人，护佑我健健康康。它是我妈留给我的念想，更是我的逆力。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毁坏它。你越想要，我就越要毁掉它。哇！你就是个坏人！你竟敢推我！给我拦住他！谁能让他给我道歉，我就让我妈好好奖励他。还敢推月月？人家妈妈可是总裁，就你也配？就是你一个蹭住的，能买得起什么项链？这一看就是你从月月妈妈那里忽悠来的。她扔自己的东西，你至于这么激动吗？不像话！抢人家妈妈就算了，还敢主动推月月，真是活久见！你们会后悔的。月月的妈妈可是集团总裁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们后悔？就是，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欢蹭住的人，还敢威胁我们？后悔？我长这么大都还没后悔过，我就等着看你能让我怎么后悔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来这么多人？这还用说，肯定是月月妈妈的安排啊。月月妈妈这么有钱，知道月月今天特地带同学来别墅里开派对，可不得搞个隆重的欢迎仪式。这么说来，这些人就是专门来给月月撑场面欢迎咱们的。请问你们是我妈叫过来的吗？顾总，你没事吧？顾总？你们听见了吗？她竟然叫顾总！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？这女人天天蹭住，满脑子想着怎么赖上别人。就是这样的人可跟种子不沾边儿，你们最好看清楚，可千万别被某人给骗了。放肆！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是盛世集团的总裁顾青宁，顾总。真是越说越离谱了。他要是盛世集团的董事长，那我妈妈是谁？就是天天蹭住也配跟盛世集团的董事长沾上边？该不会以为自己住了几天董事长家就能自称董事长了吧？月月身为盛世集团董事长的女儿都没敢说这种话，她也配？真是搞笑！刚才看你们打扮的人模狗样的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呢。现在我算是明白了，你们就是一群演员是不是？顾青宁知道自己比不过月月，所以急了眼，特地花钱找了你们这些群演来装大佬，想撑场子是吧？只可惜我们是同班同学，对他知根知底，你们这伎俩可骗不到我们。说吧，顾青宁请你们过来演戏花了多少钱？我出双倍，你们也让我过当董事长的瘾，怎么样？你们就算想演戏，也演得像样一点，偏偏踢到铁板来演我妈的身份，
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盛世集团董事长王秀琴的女儿？王秀琴，那不是顾总家的保姆吗？保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妈怎么可能是保姆？她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我李月月是总裁之女。别愣着了，把现场保护好，所有损坏的物品都拍照取证。另外，把这些人都控制起来，不准任何人离开。敢伤顾总，今天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是，周总监。你们干什么？我警告你们，你们别过来！我妈是王秀琴，盛世集团的总裁。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她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就是，月月可是王总唯一的女儿，你们敢惹月月，就是在跟王总对着干。王阿姨可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你们这群演员别不知好歹！你们现在走还来得及，等王阿姨来了，你们想走都走不了了。月月姐，快给王阿姨打电话，让她带人过来，看这群演员还敢不敢嚣张。妈，你快来郊外别墅，有人在这里闹事，还说要控制我们，不让我们走，你快带人过来。妈，你听到没有？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什么时候过来呀？月月，我现在就过去，你先别跟他们起冲突，等我到了再说。你们等着，我妈马上就过来，到时候我看你们怎么演。顾总，要不要叫医生先处理一下？等王秀琴来了再说。装，你继续装，等我妈来了，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？月月姐，等王阿姨来了，你可得让她好好教训教训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就是敢擅闯王阿姨送给你的别墅，还故意装腔作势吓唬人，未免也太不自量力了。等王阿姨来了，非得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总裁的手段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得让你妈看清楚这个顾青宁的真面目，省得你妈再心软收留她。对，今天过后就让顾青宁流落街头，我倒要看看你妈妈不收留她，她怎么活。放心，今天不管他顾青婷怎么卖惨求饶威胁我，都不会再让我妈收留他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会让我妈好好的收拾他们。收拾我们？就凭王秀琴一个保姆吗？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，我妈才不是保姆，她住的是价值上亿的大别墅，名下还拥有盛世集团，随手给我买的这套郊外别墅都价值连城。这么优秀的人怎么可能是个保姆？我看就是顾青宁故意请你们这些演员来诋毁我妈，试图挑拨我跟我妈的感情，好让她趁虚而入取代我的位置。别闹笑话了，这套别墅是顾总父母生前居住的，你说的那套价值上亿的别墅也是顾总成年以后单独购置的。至于盛世集团，那更是顾总的父母一手创立的，顾总才是真正的总裁。至于王秀琴，只不过是顾总的住家保姆而已。你胡说！要是这一切都是这个女人的，那她为什么要天天蹭我家的房子住？我讲的还不够清楚吗？那房子是我的，我住自己的房子算什么蹭住？反倒是你之前能住在我家，完全是我看在你妈是我家保姆的份上，没跟你计较而已。至于她为什么跟你说她是总裁，为什么让你住我的郊外别墅，你最好问问她自己。你们少在这里一唱一和，动摇我的军心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看到我妈马上就要来了，你怕自己争不过我，所以故意想趁她来之前胡言乱语，挑拨离间，好让我对我妈产生隔阂。你就是嫉妒我出身好，成为了首富之女，所以才联合这些人来骗我，你好趁机抢走我的地位。没错，你就是嫉妒月月有个这么有钱的妈妈，所以故意雇人来演戏，想破坏月月和她妈妈之间的感情。这么低劣的手段，我们才不会上当呢。等王总来了，你们就知道你们现在的行为有多可笑了。王总，你总算是来了。顾青宁请了一群演员过来演戏，故意在这吓唬人，对我们说顾青宁才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还说什么这别墅是他的，你只是他的保姆。就是他们，还说要控制我们，让我们付出代价。刚才他们一直在月月面前诋毁你，你可千万别轻易放过他们啊！对对对，让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演员见识见识
什么叫真正的总裁？妈，你可算来了！这群人欺负我，你快点叫人把他们抓起来！尤其是他们两个，非说你是保姆，还说咱们家的房子和公司都是他的，就连这个别墅也是他的。你快告诉他们，这些都是你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青宁，求求你帮帮我，就帮我圆个谎，在月月面前假装我是这房子的主人，您家的房子和公司都是我的，你只是寄宿在我家的可怜人，就这一次，求您了。你也知道，月月他爸去得早，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，万分不易。他这人自小要强，要是知道我只是个保姆，肯定要崩溃的。青宁，看在我照料了你爸妈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就再帮我这一次。我保证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干活，再也不让他来打扰您，我什么都听您的。王秀晴，你哪来的脸跟我说这种话？青宁，你小点声。看在我爸妈的面子上，我让你继续留在家里，给你涨工资，承担你女儿的学费，对你们母女一再宽容，反复忍让。可你呢？不但让你女儿住在我房子里，让她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贴纸条骂我，还让他带人在我爸妈的别墅作威作福，打人砸东西。你觉得你们做了这么多恶劣的事情之后，还有什么资格让我帮你？青宁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就是什么？就是告诉李月月你是公司老总，就是带她住进我家，告诉她那是你的房子，就是偷我家的东西来给她用，再让她住进我爸妈的别墅，弄坏这别墅里的东西。王秀晴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偷窃。青宁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就是太想让他有个好的成长环境了。你想让他有个好的成长环境，所以你就拿我的东西去充门面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？他们打了我，还扔了我妈留给我的遗物。王秀晴，事到如今，你觉得我凭什么要帮你？你说什么？妈，你再说一遍。月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我就是太在乎你了。我怕你知道我是个保姆会觉得丢人，所以我才……你别说了。所以你真的一直在骗我？你跟我说你是盛世集团的总裁，说你住着大别墅，都是假的吗？你真的就是一个保姆，一个一无所有的保姆。月月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？你知道我跟我同学怎么说的吗？我说我妈是总裁，是富豪，是成功人士。结果你现在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，你让我怎么面对我的同学？你让我以后怎么在他们面前抬起头来？够了，你们要吵要闹，以后有的是时间。但现在有几件事必须说清楚。第一，你未经我的允许，擅自把我的别墅提供给他人使用，造成别墅内的家具和物品多处损坏，这是违法的。第二，你擅自拿走我家中多处贵重物品，包括我收藏的红酒、我的衣服、包包、家具、家电，这涉及到偷盗。第三，你隐瞒真实身份，以我的资产为幌子欺骗你女儿，还纵容她对我进行言语辱骂和肢体冲突，这事你也脱不了干系。青宁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饶了我这一回，我担保绝没有下次了。那个，顾青宁，今天的事儿是个误会，我不知道这房子是你的，我以为……你以为什么？你以为我是蹭住的，所以就可以随便打人，随便摔人家的东西？我已经报了警，警察很快就到。你打人、损坏他人财物的事，我势必会追究到底。妈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不是说你会保护我，会让我一辈子衣食无忧吗？你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月月，我连自己都保不住了，还怎么保护你？警察同志，这些人当众对我进行诽谤，对我动手，
还弄脏了我的别墅，毁坏了我的家具，拿走了我珍藏的酒，毁坏了我母亲的遗物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我希望能够依法处理。都怨你没有搞清楚状况就胡说八道。就是，明明你妈只是个保姆，还装什么大总裁？是啊，自己才是蹭住的，还骂别人，牵连了我们，连自己的学费都是人家顾清明掏的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盛世集团未来的继承人，害得我们为了讨好你惹得一身腥。这些钱你自己赔，跟我们无关。没错，要不是你邀请我们去别墅里玩，我们怎么会惹上事儿？这笔钱你一个人承担，休想让我们给你摊钱。你们这群人还有脸说我？要不是你们自己想要攀附权贵，不停怂恿起哄，我会走到这一步。以为我是总裁之女的时候，对我百般讨好，恨不得围着我转。现在出事了，就一个个翻脸不认人是吧？就你们这样的人，一个都别想跑掉！监控调出来了。警察同志，我没喝什么酒，全都是别人喝的。我更没有动手，我就站在旁边看看。看见监控，谁破坏的一清二楚。监控里清晰地记录着他们是怎么破坏的，按市场价赔偿，1分都不能少。没错，合计276万。这么多钱，我怎么可能赔得起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你都那么有钱了，还跟我计较这点钱干嘛？这只是个误会而已，说开了就行了。你犯不着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吧？就是，不就拿走了你收藏柜里的酒，搞坏了你的沙发地毯吗？你都是总裁了，不会这么小气，还跟我们计较这点钱吧？对啊，看你现在这样，身上的伤也没什么事儿，就别斤斤计较了。你们喝酒动手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要我别跟你们计较是什么意思？怎么，有本事闹？没本事赔。妈，这件事全是因你而起的，你必须得想法子解决呀。青宁，咱们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吧？求求你，看在我照料你们一家人这么多年的份上，给我个情面，别追究了吧。给你情面？王秀琴，你照料我们一家人多年，我们已经用多年的高薪工资回报了你，你觉得你在我这儿还有情面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你被解雇了。还有闲心为别人求情，不如想想怎么自保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妈，你说话呀！你快想办法！我不想赔钱，我不想被抓起来啊！顾总，城南养老院那边打来电话，说王秀琴想见您一面。见我干什么？说是想当面跟您道歉，她身体不太好，这1年住了2次院。养老院的人说她总是念叨您的名字，说对不起您。3年了，他女儿把我妈的遗物扔出窗外时没想过道歉，他女儿带人在我爸妈别墅里砸东西时没想过道歉，现在想起来了。那我回绝。3年了，那场官司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王秀琴母女。法庭上，李月月站在被告席上，全程低着头，一句话都没敢说。最终判决下来的时候，她哭了，我没哭。我从头到尾都坐在旁听席第1排，看着法官念完判决书，然后站起来转身走出法庭。身后有人在喊我的名字，我没有回头。你越宝贝的东西，我就越不让你得到。那句话像一根刺，3年还没拔出来。景川，那件事查得怎么样了？正要跟您汇报，法务部那边来了消息，二手市场有线索了。什么线索？南城老街一家玉器店，店主说3年前收到过一块玉佩，雕工是手工的，背面刻着一个字。什么字？他没说，只说那个字很小，歪歪扭扭的，像是初学雕刻的人刻的。是宁字。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。3年了，我妈留给我的东西，终于有消息了。那块玉是我妈初学雕刻时的第1个作品，她亲手雕的，说玉有灵性，能给人念想，背面还歪歪扭扭刻了个宁字。我戴了20年，红绳换了好几根，玉从没摘过。3年前李月月把它从我脖子上扯下扔出窗外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。景川，你说这块玉3年了还没被扔掉，是不是我妈在保佑它？是。你也学会哄我了？不是哄您，那块玉能在3年之后重新浮出水面，
说明他注定要回到您身边。到了。姑娘，买玉。老师傅，我想问您一件事，这块玉佩3年前有没有经过您的手？不是见过。3年前，一个捡破烂的老头在地产中介门口的垃圾桶边捡到的。他说那天风大，满地都是碎纸和垃圾，这块玉就混在一堆碎玻璃渣子里。他不知道值不值钱，拿来给我看。我一看这雕工不是机雕的东西，是人一凿子一凿子刻出来的。留了3年，就是觉得他肯定在等一个人来找。是你的？是我妈留给我的，她亲手雕的。她刻这个宁字的时候学了整整3个月，刻废了6块玉料，刻到手指出血。她跟我说，这辈子刻的第1块玉要给女儿，保佑女儿一辈子平平安安。这道缝，我5岁摔的，她用金丝补了。她走的时候攥着我的手说，玉替妈守着你。我弄丢了3年。现在不算丢了。老师傅，谢谢您。谢谢您替我保管了3年。别谢我，谢那个捡破烂的老头吧，他姓赵，都叫他老赵头，住城南老街那片，靠捡废品为生。3年了，不知道他还在不在那里。城南？对，城南老街，从这儿往南走，过1个十字路口就到了。那片老房子快拆了，也不知道他搬没搬。城南，又是城南。周景川说王秀琴住的养老院也在城南。一个捡了我妈玉佩的老人，和一个毁了我妈遗物的人的妈，住在同一个区域。3年前八竿子打不着的2个人，现在被1块玉连在了一起，这不是巧合。老师傅，这张名片您收好。如果那位赵师傅再来店里，麻烦您给我打个电话，我想当面谢他。盛世集团，姑娘，你还是个老总。老总也得先把妈的玉找回来。妈，你的玉找了3年，终于回来了。还有一个人，我也该去见见了。明天上午9点，城南养老院。3年前那场官司，李月月被判了刑，那些砸东西的同学一个都没跑掉。王秀琴也被追究了民事赔偿。我原以为这辈子和他们不会再有交集，但现在，捡玉的人住在城南，王秀琴也住在城南。有些事好像还没完。找到了。找到了。3年前丢在垃圾桶边的东西，3年后在一条老街的旧店铺里等着我。我妈说的对，裂过的东西补好了，比原来还结实。明天去养老院，需要我准备什么吗？不需要，我就去看看他，看看这个在我家当了12年保姆，最后拿我的东西给他女儿充脸面的人，现在过得怎么样？景川，你觉得一个人犯了错，付出代价之后，就真的两清了吗？顾总，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。我也没有，但明天见了他，也许就有了。顾总，到了。你在外面等我。不需要我陪您进去。你怕他还能把我怎么样？我怕您把自己气着。您好，请问找谁？王秀琴，她在哪个房间？您是王阿姨的家属，她住进来1年多了，从来没人来看过她。我不是家属，是旧识。王阿姨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上个月住了1次院，刚回来没几天，她情绪一直很低落，不太爱跟人说话。您进去别刺激她。我知道了。顾小姐，听说你想见我，我以为您不会来。我本来没打算来。对不起，顾小姐，对不起。我这3年每天都在想，要是能再见你一面，我跟您说声对不起。你想说的就是这3个字？不止这3个字。顾小姐，我知道我没脸求您原谅。3年前那场官司，法院判我们赔的钱，
我还了3年还没还完。月月在里面的时候，我在外面1个月去看她1次，每次她都隔着玻璃哭，问我为什么骗她，为什么让她以为自己是大小姐，为什么要偷您家的东西。他问了这么多问题，那你自己有没有答案？王姨，你在我家做了12年保姆，这12年里，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你。我妈生病那几年，你照顾她，我感激你。我妈走的时候，你哭得比谁都伤心，我以为你是真心的，所以我一直把你当半个家人。我是真心的，我对您爸妈是真心的。那你为什么要偷我的东西？为什么要跟你女儿说你是总裁？为什么要让你女儿住进我爸妈的别墅，糟蹋他们的遗物？顾小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看着他抓着衣襟站不稳的样子，我脑子里浮起的却是3年前那个傍晚，他把我关在门外，说让我去郊外住。他女儿举着我的玉佩站在窗边，说你越宝贝的东西我就越不让你得到。法律给了他们惩罚，但那些惩罚够不够？我心里一直有个结没解开。起来，别这样。顾小姐，我不求您原谅我，我只求您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月月她上个月出来了，她没来找我，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，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地方住，有没有饭吃。顾小姐，我做错的事儿我自己承担，但月月她付出了3年自由的代价，已经承担了后果，您能不能别再追究她了？我什么时候追究她了？法院判了，她也服完了刑，我和她之间的账就清了。至于她现在去了哪里，过得好不好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您不恨她？恨过。他扔掉我妈遗物的时候，我感觉天都塌了。但这3年里，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：他走到那一步，根源不在他自己身上，根源在你。是你撒了一个弥天大谎，让你女儿以为自己生来就高人一等。是你偷我家的东西，让她觉得那些东西本来就该是她的。是你把她养成了那副目中无人的性子，她变成那样，你是始作俑者。对，您说的对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她。这里面有10万块钱，不多，够你交一阵子养老院的费用。不是因为我原谅你了，是因为你照顾了我爸妈12年。你说李月月出来了没找你？是，也许她也没脸见你，你们母女之间的事儿你们自己解决。但有一句话你转告她，我脖子上的玉找回来了，她欠我的最后一样东西终于有了着落。顾总，您让我查的事儿有结果了。说，老赵头，全名赵根生，今年67岁，城南老街住了30多年，无儿无女，靠收废品为生。3年前，他确实在郊外别墅区那一带收废品，那边的地产中介每个月都有大量废纸箱要处理，他固定每周去2趟。他跟王秀琴认识吗？这就是最有意思的部分。1年半前，王秀琴住进城南养老院，养老院每周末有义工活动，去帮忙的义工名单里有老赵头的名字。养老院的护工说，老赵头每周都去帮老人们理发、打扫卫生，从来不收钱。也就是说，3年前捡到我妈玉佩的人和毁掉我妈别墅的人的妈，在同一个养老院里，可能早就认识了。很可能，但王秀琴应该不知道老赵头就是捡玉的人。他昨天见您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儿。我昨天告诉王秀琴玉找回来了，他没有追问细节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松了一口气。您觉得他知道些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有一种直觉，这块玉能回来，不只是巧合。安排一下，下午去城南老街，我要再见老赵头一面。姑娘，你怎么找过来的？赵师傅，我来谢您，上次您走得急，好多话没来得及问。问就问呗，反正我一天到晚也没啥事儿，进来坐。赵师傅，我想问您一件事儿，3年前您捡到那块玉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跟您说过什么？你这么一问，我还真想起来了。那天我在垃圾桶边上翻纸板，有个女的也在翻垃圾桶，她翻得比我还凶，跟疯了似的，满头大汗。我问她找啥，她说找一块玉，她女儿扔掉的，背面刻着字儿。那个女人长什么样？50来岁，穿得挺干净，头发盘着，不像捡废品的。她跟我说话的时候一直在发抖，说那玉对别人不值钱，但对一个人很重要。她留了个电话，说要是找到了就联系她。我当时没多想，记了电话就让她走了。后来呢？您联系她了吗？没来得及。我捡到玉那天晚上就送去老周店里了，想着让老周先看看，回头再打电话。
结果第2天我回老家奔丧，待了3个月才回来。回来之后事情一多，就把那张纸条弄丢了。再后来我也想过去养老院附近贴个告示，但当时那个女的说这块玉是她女儿扔掉的，我怕找过去反而给人家添麻烦，就一直搁着了。那个留电话的女人是不是姓王？你怎么知道？赵师傅，您说的那个女人在我家做了12年保姆，她女儿扔掉的那块玉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。你说啥？她那个找玉的女的是你家保姆？她女儿扔了你的玉？3年前，她女儿在我家别墅里砸东西打人，把我妈留给我的玉佩从窗户扔了出去。后来官司判了，她女儿在里面待了3年，她自己也赔了钱。我昨天刚去养老院看过她，她从头到尾没有告诉我她也找过这块玉。怪不得那天她翻垃圾翻得那么拼命，她肯定知道这块玉对你有多重要，她是心里有愧啊。她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你得去问她。我一个捡破烂的，不懂你们这些事儿。但我觉得吧，一个人要是做了亏心事，有时候反倒更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想弥补，怕被人当成假惺惺，怕被人说装好人。赵师傅，我再问您一件事，你每周去养老院做义工，见过她吗？见过，王大姐嘛，身体不好总咳嗽，我帮她理过发，她跟我说了好多话，说她以前在一个有钱人家里干活，东家对她特别好，但她做了对不起东家的事儿。她说她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撒了一个谎，把她女儿害了。我没告诉她我捡到玉的事儿，我觉得那玉是老天爷托我保管的，等她该回去的时候自然会回去。现在她回去了，你昨天去找王大姐了吧？去了。那就对了，她心里的石头也该落了。赵师傅，您信命吗？哈哈哈，我不信那些虚的，但我觉得人活着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你对别人好，别人也会对你好。你做错了事，就得自己承担后果。王大姐做错了事，她付出了代价。你妈留给你的玉，兜兜转转又回到你手里，这就是做人的道理。赵师傅，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。你说。养老院那边的义工活动，以后算我一份。您每周去的时候叫上我。行啊，有你这样的大老板来帮忙，院长肯定乐坏了。我不是大老板，我就是一个还没学会妈妈手艺的女儿。那你打算学？先去看看那些老人吧。我妈说，她雕的每一块玉都在等一个人。我带着她的玉，总得先学会怎么去等一个人。顾总聊得怎么样？王秀琴3年前也找过那块玉。他找过？老赵头在垃圾桶边碰到他，他疯了一样翻垃圾。他留了电话，老赵头弄丢了。昨天他一个字都没提。为什么不提？做了亏心事的人，反倒更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想弥补。您打算怎么办？以前想到他浮出来的是关门的样子，撒谎的样子，现在浮出来的是他翻垃圾桶的样子。他偷东西撒谎是真的，他去找我妈的玉也是真的。原谅他了？谈不上原谅，但压了3年的石头松动了。你把事情看清楚，把每个人的好和坏都认了，那些让你失眠的东西忽然就轻了。我妈说玉和人是互相陪伴的，以前不懂，现在好像懂一点了。姑娘，你这身打扮比上次见我那会儿年轻了10岁。很久没穿成这样了，上次穿平底鞋是什么时候我都忘了。拿着，今天给老人们分西瓜。赵师傅，我来这里的事儿您先别跟王秀琴说，我想先看看她，不急着让她知道。行，按你的节奏来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上次来高跟鞋踩在走廊上，每一步都带着刀，今天穿着平底鞋端西瓜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送。有个老奶奶拉着我讲她年轻时候的事，讲的时候眼睛在发光，好像一下子回到了20岁。我忽然意识到，这里住着的每一个人都有过闪闪发光的人生。累不累？不累。赵师傅，您每周都来，做了多久了？3年了吧。3年前我捡到那块玉之后没多久，有天路过这里，看到门口的义工招募通知，就进来了。最开始就是帮着扫扫地、倒倒垃圾，后来跟老人们熟了，就每周都来。3年，你也做了3年。我一个捡废品的，别的本事没有，力气有，帮老人理理发、扫扫地，花不了多少力气。赵师傅，您为什么不告诉王秀琴您捡到了那块玉？刚开始是忘了，后来熟了，更不敢说了。
王大姐每次说起以前的事儿就哭，说她对不起东家小姐，说她把人家妈妈留下的玉弄丢了。我说不出来，我怕我一说她更难受。上次你来，她看见玉了，可看见了跟摸着了是两码事儿。她那双手找了那块玉3年，到现在还没碰过它一回。顾小姐，你得把玉从脖子上摘下来，搁她手心里，让她摸一摸。她心里那个洞，看见了只补了一半，摸着了才算补实了。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他想摸。他那种人伺候了别人一辈子，从来不敢跟东家提要求，何况他心里有愧，你不给他，他到死都不会开口要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去把剩下那一半补上。进来。顾小姐，赵师傅，你们怎么一起来了？王大姐，我今天来是带顾小姐来让你做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3年前你在垃圾桶边问我有没有见过一块玉的时候，你的手一直在抖，那双手找了那块玉3年，到现在还没摸过它。今天让那双手摸摸它。不用，不用，我上次看见了，我看见顾小姐带着它，她好好的就够了。不够，你心里清楚。王姨，上次我给你看了，没让你碰，你也没开口要。赵师傅说的对，你伺候了别人一辈子，从来不敢跟东家开口。太太雕的玉，我认得，我见过太太雕它。太太说这是给清明的平安扣。太太说玉是有灵性的。太太走的时候还交代我，要我替她看着清明。摸着了，真的摸着了，跟太太手上的温度一样。王姨，你照顾了我妈12年，我妈走的时候你在床前哭，那个样子不是装的。你偷东西撒谎，你做错了。但你翻垃圾桶找我妈妈的玉是真的。我今天来不是要原谅你，也不是要跟你算旧账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妈的玉找到了，我妈嘱咐你的事儿你没权做错。3年前那场官司，法律给了你们惩罚，我作为受害者也走完了我该走的路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不是以受害者的身份，而是以一个女儿的身份。你照顾了我妈12年，这份情不该被后来的错误一笔勾销。顾小姐，我不配，我不配您这样对我。你配不配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李月月来找过我。月月她去找您了。她站在我面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腰弯的几乎成了90度，声音哽咽着说：顾总，我错了，我把启明广告公司的地址给了他，让他去面试。他去了吗？去了，我前2天还碰到他，骑着自行车在街上发传单，晒得黑了不少，但精神挺好，还跟我打招呼，叫赵大爷。月月有工作了，月月终于有工作了。王姨，机会我给了他，能不能抓住看他自己。至于您，养老院的费用我会继续支付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你照顾了我妈12年，就为你翻垃圾桶找过她留给我的玉。我走了，下次义工活动我还会来。您要是有话想跟我说，有的是时间。清明，太太要是知道玉回来了，一定很高兴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得替她把这个家守好了。姑娘，你今天做的这件事儿，比你开100个公司都了不起。赵师傅，您说过的，做了错事就得自己承担后果。他承担了3年，今天我把剩下那一半也给他了。走，我去给你切个西瓜，今天这西瓜格外甜。好。